是小妖，我是小璇，我们是cosplay。今天其实要讲就是男女 coser 的不同，因为是 cos 圈，我的朋友里面主要是男生，然后出男角这样子，然后小璇是女生出女角，小妖是女生出男角，然后我是男生出男角也会出女角这样子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各种属性都找了，大家就来聊聊男角跟女角 coser 的不同。有出过男角吗？没有，一次都没有，一次都没有。我有尝试过，但我发现我尝试不来。当我竖起那个胸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要爆炸，我要死了。令人奢侈的烦恼。不是，那个很难呼吸。你们的粉丝分布主要是男生比较多，92%都是男生。那你呢？那个我也是92%都是男生。可是我真的最一开始的时候，我刚开始在玩的时候，我是男女比是一般一般。最近看的时候变成7:3，女生比较多了。你有问过男生为什么喜欢像你吗？因为我玩 cosplay 之前的兴趣是健身，那健身根本不会吸引到异性，跟吸引到同性比较多。是想要跟你发展毕业有那种同性减肥皂，我是不知道，我也不敢问。我好爱你。因为你男粉居多嘛，所以你碰到男生可能骚扰你，你就觉得哎没关系，无所谓。就鸡照这种。那有现场的吗？现场没有，我其实长得有点凶，我是属于那种你敢碰，比较有气势的那种。所以我现实中是没有遇到就是有 touch 我，言语骚扰的也没有。可是我遇过跟踪的。你是不是也遇过跟踪？我真的有遇过。怎么跟踪你们啊？因为我有开摄影棚，我摄影棚的资讯都是公开的，他直接来我摄影棚外面这样徘徊，然后一直在往里面看，然后被我监视器看到。后来他就徘徊，然后我就叫我助手出去跟他讲。对啊，我反而是遇到就是他有跟踪女生吗？对，他就是一直看而已。他那时候工作可能就是已经也结束了侧妆，然后他就一直跟，跟他打个招呼，说是我你可以回家了，然后他可能就默默就还是一样就走。那我是骑车嘛，我骑了就走，他也不可能也跟。然后如果跟上我才会下，然后我怎么他会跟骑摩托车这样跟过来？然后你都怎么跟男粉互动？就真的很像哥们，我不是走撒娇路线，你是说喂胸肌很大，来老娘摸一下，我会捏他们奶头啊。我是讲会不会人家反而觉得说，哎，你是可以开玩笑的人？没有，通常都是我跟他们开玩笑，他们不太会跟我这样子。我怎么觉得你的粉丝经营抖 M 度，对，他们是比较抖 M， 被我踩啊，被我踹啊。像这种要求，我这辈子没见过。那你的粉丝呢？我的粉丝应该都比较含蓄。那你有收过什么奶照吗？完全没有。他跟他的粉丝是像哥们，那你跟你的粉丝会像姐妹吗？其实也不会，就是我会觉得保持一点距离，因为我是男生，然后我觉得随意碰到女生会觉得没礼貌。所以你们应该也不会什么跟女粉丝抱抱那种，基本上完全没有。会有壁咚吧？但是我做那个我都觉得很勉强，因为我本身就不是喜欢去做这种事。那会有就是譬如说摸摸头啊，拥抱的话可能会比较礼貌一点，就是肩膀。这样空气灵魂之拥抱，就是只有手拍到背，手拍到背这样，没有碰。因为我觉得太接近的话不太好。那男粉跟女粉的对你的态度是有差的吗？还是其实都差不多？其实都算差不多。女生会比较迷妹模式吗？女粉就有点，就是她会抖，然后身体有点快，没办法呼吸，都感觉要帮她叫救护车。小西有那么夸张？因为我刚才发现，就是女生跟男生对粉丝有点不一样，而且其实有个很大差异是，女生出男角的男角跟像男生出男角的男角跟粉丝互动是差蛮多的。因为像我们的粉丝都会要求说希望能够抱抱。之前啊，比较没有疫情的时候，就会有什么嘴对嘴喂破皮啊。可能我比较看不去，我超怕的。因为我曾经真的遇过有的女粉丝真的是整个要飞扑过来那种，所以我就觉得不要去做这样接触比较好。那在出 cos 的服装尺度上面会有差异吗？我会这样问是因为现在其实我觉得 cos 圈女生大尺的其实蛮，因为我觉得从疫情开始，因为商业案开始骤降，因为什么厂商都没办法办啊，撑不下去的 coser 其实大部分都往那个方向去发展。其实我是心疼的啦。其实我觉得如果他本身是喜欢做这件事情的话，我觉得 OK， 因为我知道有一派人他是真的非常喜欢给人家看，但如果他其实没有那么喜欢，而是因为可能为了赚钱，然后被迫自己做不喜欢的事，我就觉得蛮可怜。那会不会被他们自己原本的粉丝说，以前都不是这样，堕落了，就是没有，反而是有一些是被粉丝洗出来的。就比如说我出跟他出，然后他就会说我买那个谁谁谁，他都拖成那样。如果是真爱粉的话，应该会想到他传回去。对，我就遇过。对啊，真的。爱粉。因为我之前出了一本蛮大尺度女天狗宝石系列，那一本之后就有粉丝跟我讲说，他希望这就是我最大尺度，不希望我再脱。那你有想过说，例如说把自己变更壮，然后开始露一些3点全露？3点全露，都能接受，就是练到好的时候就是上空。啊，譬
屁股呢？我觉得裤子以下绝对不要。那你现在有在练吗？现在一直在练，要练回去。我没有肌肉壮，就是有点生理上的先天限制。生理女出男角的时候，我觉得像你们就是要买肌肉装嘛，对啊，对吧？然后如果反过来，如果有时候我要出女角的话，因为一般我挑女角都是挑那种不会露胸部的，像苏菲啊，或者是像我前阵子出那个铃芽之旅，对，是铃芽之妹那种的。我反而觉得出女角比较辛苦哎。不会啊，女角还好。但女角的动作凹来凹去。还是因为女生柔软度比较好，因为我有在学瑜伽，所以真的还好。其实你看健身、瑜伽，说实在就是 coser 真的要有好的照片的时候，大家都是背后很努力在。我是减肥药，这个是反例，大家不要学。拍之前我才跟小姚讨论说，我觉得小学应该很适合出男角，可是那个胸部根本就没办法。当时遇过那一次就觉得可能不太行，然后再加上我现在定位其实已经有点定下来了，现在出男角也就只是兴趣而已啦。所以我有时候会出比较帅气的女生，我很喜欢出阿卡丽。你会想出女角吗？我之前就试过，然后我也甚至有常出过一次，唯一那一次。从那次之后，我说我以后不穿裙子。到底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太凉了，你知道吗？超没安全感的。因为我就是觉得她出姐姐戏应该也很漂亮，很漂亮。而且你有点媚，所以你可以应该蛮适合出什么妖艳剑，就是妖艳剑。然后你讲说，哎是谁想要说的吗？坏小妖，不要看到血流成河。很多人是玩了 cos 之后，开始对于性别这件事情就被打开了。就是你不会去觉得说男生一定要怎么样，女生一定要怎么样。女生都觉得男生就是什么颜色，然后什么装制式的这样子。哎，我蛮好奇你是怎么样自我转变？算是被狂轰炸，然后这种看到 BL 本就是现在就是然后可能只是第一页而已，后面是真的不行了，极限了。出女角会不会比较难交朋友啊？在 cos 圈？我其实，在 C 圈是女生朋友比较多，可是我都是点到为止。一旦我把他认定为朋友，我就会合理化他一些别人觉得不合理的事情。我会帮他找各种的理由去，他应该不是这样子，然后他可能不是这样想的。我可能误会他了，然后等事情整个爆炸之后，你就会发现他从一开始就是把你当一个可利用的人。所以其实我对女性都点到为止，就是我跟你还不错，不要交2号，就这样。男角跟女角的氛围有点不太一样。你 C 圈的男生朋友多吗？其实各半呢。那你觉得你的 C 圈男生的朋友跟女生有差异吗？其实好像没什么差异，因为不会去在意你这样你觉得处得来就处得来，处得不来就随便。那你有觉得女生比较容易说，讲的话什么就被伤到这样？我反而跟女生真的讲话就真的很小心。我一直对女生都是那种敬重的态度去跟他们去沟通，因为我不知道哪一个他们误会还是受伤。在 cos 圈。会觉得说女生的市场会比较好赚吗？还是说男生市场会比较好赚？因为其实以一般的工作来说，这是一个平均嘛，就是说大部分的工作，其实男生的薪水还是会平均比较高的。可是我发现 cos 圈好像不是这样。如果你这样商业化的话，你出女角好像还是会比较出我其实蛮同意，因为女生含金量蛮高的，可是他们同样的就竞争对手真的太强，很强。女角接上岸的几率是不是还比较大？还是其实没有？其实我也不知道男生接上岸的频率大概多少，但我自己是像我从电玩展前到现在没有停过，我已经快要死掉了。那大部分是怎么样类型的工作？可能是因为我的性质是有包含做衣服跟道具，我等于是包全部一条龙。对，然后我还有摄影棚嘛，你也可以来我这边拍照，所以我还有摄影师，然后我们这边还会修照片跟剪片，我其实都有，变成是厂商为了可能觉得。不要那么麻烦，东找西找找你可以全部都弄好。对。其实你不只是 cos 的经理员，你是蛮复合式，就是 coser 延伸出来的东西，对，全包了。所以对，就是衣服我可以帮你估整套，然后武器帮你整套，帮你找人，然后你要多少人，我可以升 coser 给你。厂商挑女角的时候，他们的准则是怎么样？是粉丝人数越高吗？还是说没有？其实有其他的考量。其实要看他们的预算，如果他们的预算是够的，他们会希望粉丝数高的。那粉丝数高的话，他也要看他的互动好不好。因为有些人可能上百万，可是按赞几百，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或者是说他们的战术跟贴文的触及不符合，他们就会开始筛，然后再来他们不喜欢照片跟本人差的太多。现场的话，他们很看现场的样子，所以图跟
人要能够接起来，然后再来他们其实不太喜欢大尺度。哎，对，真的，你拍全裸的，他们其实是厂商都蛮保守的。对，大尺度好像可以，但是如果到全裸，就是3点全露，他们都打好像就会删掉。应该说，除非这款游戏本身就是有一点 H28，那他就会希望能够找大尺度。但是这种游戏其实目前来讲也还不是主流，就是有还是不是主流。所以现在的主流来说，他们不喜欢3点全露的 coser，可是现在量又变很多。我说这样的 coser，所以其实我的名单有在下降，因为这个脱掉了，好像可能又化掉一个，所以越来越少 coser 能够承接伤害。我们之前有录一集是关于全职 coser 的东西，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看这边去做分享。每个 coser 的收入真的没有办法去公式化，就是说你要成为一个 coser， 你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全职 coser， 因为每个人的收入来源不一样。像今天刚才小璇提到，它又是一个另外一个形态，它有经营其他复合式的东西，那去支持变成它的收入。康泰怎么觉得男角市场有觉得比较少吗？还是其实也没有很多？其实算蛮多的，因为我很常就是厂商都会问说有没有男的，其他男的，就真的要是男的是说会夸我生理男，生理男，蛮多这种。比较喜欢走现场的话，一定是男生就扮男生，然后女生就另外发女生来扮。但其实我自己个人，我的商案就没有那么多。因为就是你的这个问题，我虽然是男生，可是因为厂商他就会觉得我是女生。如果说是出女角的话呢，基本上厂商就会直接找女生。这边也是，我就卡在一个灰色地带，也没办法接男生角色，也没办法接女生角色。那可能剩下什么，就是说。可能不像男生也不像女生角色，或者是比较正态的角色，不同的地方市场也有点不太一样。例如说，像据我所知，像在台湾啊，生理男的男角 coser 比较少，生理女的男角 coser 其实还是占主流。据我所知，其实很多中国大陆男角 coser 很多都是男生，对啊，他们喜欢的是这样。然后我觉得每个地方喜欢的有点不太一样。像台湾如果讲男 coser，我一直想到他。哦，你是对我来说是女的。你看你的灰色地带。抱歉，在我心里，她就是一个女生。不管你是男角 coser 还是女角 coser， 我是觉得说，最终你的粉丝性质跟你的性别有关，就是根据你营造出来的气质有关系。例如说，像我觉得昌泰可能比较多，例如梦女之类的吧，就是会觉得说，哦，好喜欢你，有机会可能跟你更接近啊，或者是觉得是你的女朋友啊。他们就自己幻想，然后不然就是默默在观察你。那如果说自己本身如果是出就比较奔放类型的话，那你可能你粉丝也会比较奔放。对。像我跟小妖，我们的粉丝比较不会把我们当做可能恋爱对象，或者是假想的恋爱对象，因为我们 CP 啦。我的粉丝也是走这种路线，他是喜欢你的个性。所以我觉得粉丝类型终究其实还是跟你的个人定位有关。对。今天讲了很多，那也不知道有没有让大家觉得说，哦，什么地方很有趣？那你也可以把你觉得有趣，或者说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留言告诉我们，或者是你想要知道更多关于男角 coser 或者是女角 coser 之间的差异，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。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要记得按赞、订阅。好了，就这样啦。为什么永远都是李丽娜？因为他永远记不起来。因为我都记得那5个，可是要把它顺着讲起来，我就要每次都要想到。按赞、订阅、留言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还有分享。对。